不行了，这个危险了，危险了，基本上连续重拳雷来到这个不行，20多次的重拳。注意看。他是首位称霸中国拳坛的外籍选手，不仅一晚上 KO 了3位中国搏击名将，还来华6年时间一共击败15位实力悍将，在将中国拳坛搅和的鸡犬不宁的同时，也成为了所有中国选手职业生涯中挥之不去的噩梦。此人就是来自荷兰的世界拳王阿尔伯特·克劳斯。巅峰时期的克劳斯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无情的杀戮机器，甚至就连泰拳王子波球和日本踢拳王者磨砂豆也都是他的手下败将。无论你是纵横拳坛的世界冠军，还是闯荡多年的不败王者，在克劳斯面前根本就撑不过一个回合。然而，在击败18位中国选手之后，克劳斯便完全不将中国功夫和中国选手放在眼里。即将退役的他，也是当即立下了军令状，声称要称霸中国拳坛，从而提高荷兰在国际上的搏击地位。眼看中国拳坛就要陷入到水深火热之中，酷刑者顾辉做不下去了，当即冲上擂台发誓要与荷兰拳王决一死战。然而这场比赛却根本没有多少人能看好临危受命的顾辉，只因两人无论是擂台经验还是荣誉地位都相差了10条街。但即使这样，顾辉依然没有丝毫退缩，发誓要用拳头挽回中国搏击所丢失的尊严。话就不多说了，让我们来看一下中国选手在擂台上的精彩表现。随着裁判一声令下，比赛正式开始。红白拳套是中国选手顾辉，蓝黑拳套则是荷兰拳王克劳斯。在华6年不败的克劳斯对中国选手的打法战术和比赛节奏非常熟悉，而这虽然是客场作战，但他却完全不需要适应环境的时间，此时更是一上来就移动步伐，用拳头猛攻对手的内围。反观一直游走在擂台边缘的顾辉则表现得非常谨慎，毕竟克劳斯曾与泰拳王子波球打了4场比赛还不相上下，这足以证明经验丰富实力强悍的荷兰拳王在内围也有着绝对的统治力。如果自己盲目发起进攻达不到效果就算了，可能还会适得其反。我们看到克劳斯把顾辉逼到了绳脚，我们看到也是克劳斯是不打算让顾辉从绳脚跑出来。对于顾辉来说，那这场比赛能否顶住克劳斯连续的重拳，也就是说顾辉的泰拳的功底能否不断的去破坏克劳斯往前前进的这个拳法所依仗的支撑腿的平衡，也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看到顾辉在比赛的时候呢，是不断的观察克劳斯的。克劳斯不仅有着世界拳王的名号，甚至还比顾辉大了整整8岁，所以这场比赛顾辉可以说是背负着巨大的压力与质疑。他作为替补成员被临时拉上台后，几乎没有太多备战的时间，所以克劳斯不仅没有将他放在眼里，还完全没有将结果交给裁判的打算。然而擅长用脑子打比赛的顾辉则一直将比赛控制到中远距离，在不给对手施展任何有效进攻的同时，还会时不时的用组合拳招呼到老外的头上。看来死神方便的迂回拉扯战术也被他模仿到了极致。被反架的选手克劳斯把距离把控是非常到位，他不断的来破坏顾辉进攻的距离，他也是在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消耗顾辉。你看到克劳斯非常的自信和放松，这场比赛对于顾辉来说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也是一个极大的机会。比赛到了现在，我们看到克劳斯其实都没有真正的去做发力的进攻。克劳斯的进攻攻势和进攻欲望非常强烈，从比赛开始到现在，无时无刻都在用拳头施加压力。他作为世界顶尖拳王，那无论是拳头的力度还是身体的硬度，都绝对可以甩一般人10条街。更何况这家伙之前所对战的选手，不是泰国的百胜拳王，就是日本的踢拳王者。而顾辉只是一个名不经传的中国小将，克劳斯能与他打比赛，只是因为出场费给的够多，所以这对于顾辉来说，不仅是一场以小博大的比赛，还是一场证明自己实力的荣誉之战。漂亮的后手重拳，直接后手，非常密集的拳法的反击来自于克劳斯。这场比赛顾辉想必是要一锤定音。克劳斯现在仍然是不着急。比赛开始。首回合克劳斯虽然在频繁地发起进攻，但却并没有拿到太多的有效点数，而顾辉能在如此强硬的压迫下，通过防守反击和防守还击将两人的比分持平，也是真的不容易。要知道，赛前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观众都是预测顾辉会在第几回合被打得当场躺尸，但此时他却不仅用拳头打出了属于自己的优势，还彻底激发了克劳斯内心的怒火。可能克劳斯怎么都想不到，中国小伙会在擂台上爆发出如此强大的威力，毕竟他给自己定下的目标可是1回合之内结束比赛。
刚才有几次顾辉的后手拳，也就是他的左手的重拳能够打到克劳斯，是因为克劳斯如果说是右手在前的话，自己的头部的右侧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空当。是的，而且顾辉也是非常善用自己极为快速的启动的速度。你看到顾辉打的也是非常的冷静。从比赛开始到现在，克劳斯不是在进攻，就是在发起进攻的路上。而无论顾辉施展什么样的动作与招式，都不能阻止他猛攻的步伐。甚至一直游走在擂台边缘的顾辉，很难有施展大开大合动作的空间。看来克劳斯今天是铁了心的，想要在内围将顾辉彻底打躺尸了。不过顾辉由于年纪小，还是占据了体能充沛的优势。如果两人持续的打消耗战，那克劳斯绝对不是顾辉的对手。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荷兰拳王恐怕只会越来越力不从心。虽然他能击败中国18位猛将，保持不败，实力确实很强，但小将顾辉却是一个不按套路出牌的智慧型选手。克劳斯继续的再次的把顾辉顶到了绳边。那么刘波这场比赛顾辉的这种战术，克劳斯都是单拳的直接的后手拳。克劳斯把顾辉刚才是逼到了绳脚，但是顾辉非常迅速的撤出。是的，顾辉能在对手狂轰乱炸般的坦克进攻下撑到现在实属不易。可能此时克劳斯拿到了相对较多的点数优势，但不到比赛的最后，谁也预料不到最终的结果。就像比赛刚开始时，谁也想不到顾辉会成为当晚比赛最大的一匹黑马。然而这场比赛对于顾辉来说，无论是输还是赢，其实都是胜利。毕竟两人实力相差过于悬殊，他就算输了比赛也很正常。而一旦赢下比赛，绝对会一战成名，成为中国的搏击名将。反观对于克劳斯来说，打到现在，就算他能赢，也会成为国际拳坛的笑柄。裆部，克劳斯还要步步追击，顾辉这个时候要破釜沉舟。能感觉到顾辉现在的体能消耗啊，还是比较大的。顾辉在这个时候已经毫不吝啬自己的体能储备。漂亮的后手拳。这时候克劳斯连续的组合拳进攻，顾辉反击组合拳，这个力量是非常的大。你看到每次在两个人缠抱的时候，克劳斯都是一直在猛打猛冲的克劳斯，绝对是已经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他打出这么多次进攻，没有拿到点数优势，就算了，还吃到了对手不少的防守反击。心急如焚的荷兰拳王，此时急需一个施展重拳，瞬间结束比赛的机会。奈何且战且退的顾辉，却将中远距离控制得非常好。甚至只要克劳斯有一点进攻的苗头，那他在下一秒就会将这个苗头彻底浇灭。将近3个回合的激烈对拼，不仅让比赛进入了白热化阶段，还让两位选手都被打出了火气。毕竟胜利就在眼前，谁也不想拱手让人。又是一个直接的后手，顾辉的直接后手拳非常的重，也非常的突然，直接的高扫踢。这场战斗已经达到了白热化的状态。想成为一个冠军，你必须击败一个冠军。那这场比赛，顾辉面临到目前为止职业生涯最大的机遇和挑战，能否创造奇迹？顾辉今晚的表现确实是让所有人都眼前一亮，看来他为了赢也是真的豁出去了。能在所有方面都不占优的情况下与对手大战3个回合，属实不容易。从场上现在的情况来看，顾辉有很大的几率以点数拿下最终的胜利。而虽然他出拳出脚的力度也非常具有威胁，但想要终结对手显然是不可能的。常年在泰拳领域打比赛的克劳斯，身体的硬度早就已经超过了金钟罩铁布衫，甚至可能就连泰森来了，想要将他打趴也得费一番功夫。面对着顾辉的移动，一直在奋力的去围追堵截。重拳击术来自于克劳斯，顾辉予以反击，不到10秒钟的时间，全场都已经沸腾了。比赛结束，比赛结束了。最终顾辉成功以微弱的点数优势拿下了比赛的胜利。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大家觉得中国选手顾辉本场比赛的表现如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